趣乐科技。沙瓦尔，今日你不死，老夫不休！急什么？黄泉路上有你陪着，想来他倒也不寂寞。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这小子不仅毫发无伤的通关了玄灵塔，现下我甚至可以感受到他此刻周身的天道之力，丝毫不输关如海。看来我们还是小看了他几分。阵亡弟子5位，随我速助师尊。是，岂有此理！祭天宗宗规严明，岂容人在此大开杀戒？等等，那是……且慢！那是宗门禁术，九杀阵。九杀阵，肆意杀气甚重，但其阵方圆百里之人，若修为不足，便极易产生幻觉，心情大变。我好像看到我太奶了。杀！我杀了你！我的头要炸了！关如海，还不快住手！九杀阵乃祭天宗禁术，你竟敢私自修炼！原本我还不想这么快入手，但今日我儿之仇必报，这祭天宗也是时候易主了。缺一不误！乌鸦长老，欧阳长老，关如海，你这般放肆，简直罪无可恕！关如海，速以束手就擒！胜者为王，败者为后。你们就一起给古玄尘陪葬去吧。古玄尘，你躲到哪里，绝地3000尺，都不会放过你。爷爷，不好！今日祭天宗便渡不过这一劫数了吗？宗主，这古绝的路数，与关山月、楚青海、韩寿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祭天宗内藏污纳垢的源头，果然就是你。这武道龙形剑光，为何与之前交手之时，还有方才那一击都截然不同？力量分明是强了数倍。难道你刚刚是在刻意隐藏？这才是你真正的实力。哼，猜得不错，不过觉悟的也太晚了吧？怎么回事？像是有无法抗拒的无形力量压制了我，突然一动也动不了了。都结束了。刚刚发生了什么？我好像也没看清啊。师尊，不必。宗门大比发生的事情，想必大家都清楚。王长老伤得不轻，就让他在行风好好疗伤。乌鸦长老，一会儿还得麻烦你差人送些疗伤的丹药过去。这是自然。所有的事情皆已查明。前正风长老关如海心怀不轨，私自修炼祭天宗禁术。先前韩寿、楚青海所习的邪术禁书，怕是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其实是关如海在暗中设计，幕后操控，其目的便是有朝一日用邪术控制这二人，为他所用。至于关山月，当初他在圣域胡作非为，一桩桩、一件件的荒唐事也已查证。这些事端也是我平日里过于醉心修炼闭关，疏忽肃清宗门不正风气，才会这般接二连三发生。宗主严重了。众长老不必劝解，
身为宗主，我自是责无旁贷，理应自省的。另外，今日祭天宗这一劫得以避过，还得感谢一人。开局10个大帝都是我徒弟第4级，9月8日上线爆更2级，9日至10日2连更。枫叶片片飘落来时路，云山拥抱晨雾。听闻有情人儿遥相顾，山海也变贪图。相思缕缕缠绕着恨雾，才懂了离别苦。爱是绵延不断的痛楚，却都愿付着毒。马儿不停蹄，我的思念昼夜奔向你。青鸟已归去，痴心的人儿人在两地。不晓与共语，只要能够与你再相遇。等到叶儿月影东来，春风十里的花开满隙，与你相依。秋月可及。另外，今日祭天宗这一劫得以避过，还得感谢一人。公子，当初关山月为获圣域，是祭天宗之过。我姬长风以茶代酒，多谢你不计前嫌，及时出手相助。宗主，你何须向一个晚辈行如此大礼？是啊，宗主。另外，我知古公子你并不屑于祭天宗的长老之位。但宗门之内亦含有各类奥秘典籍，所以你可否愿意留在祭天宗？若你愿意，长老之位自不必说，宗门内的公爵典籍你亦可翻阅修习。你竟然要许这个后辈祭天宗长老之位？长老之位算什么？你没听到吗？他若答应，便可修习任何公爵典籍。宗主这意思，怕是连天阶公爵都愿意奉上。他会愿意留下来吗？古公子如何？道谢就不必了，这茶本座接下。古公子你这是答应了？太好了！本座何时答应要做你祭天宗的长老？可是方才本座出手教训关如海，不过是因为他该死。你这茶上口，既无他事，本座便先走了。小子好大的威风！嘘，小声点儿。原来他如此不愿意留下来吗？自来到无上神界，还不曾听闻本座其他徒儿的消息。说来，也不知小世界中的大家如何了。为何突然震动？莫非这小世界是感知到本座修为的进一步提升，开始苏醒了？先前本座进入这里，尚才初战也，如今长势愈发好了。只是方才小世界的震动，原来并非是因为大家开始苏醒了吗？看来是本座想错了。古公子，这是天元，是你在说话？是我。不久前，我发现自己又凝结出了意识，并感觉到似乎有一股温暖的天道之力在修复原本已经受损的元神。方才我便试着感应这股天道之力的来源，原来是古公子你。天元，你醒了？那其他人？自我醒来，便尚未看到他人。听古公子之意，大家也在此处。古公子，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记得当初我们明明都已经葬身于圣域。
是小萌。小萌，当初幸得大家散去一身修为相助，本座才得以突破圣王境，击退那关山月。原以为本座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在即将承受天雷劫飞升无上神界之际，小萌却突然出现。他告诉本座，他已集齐你们的元神碎片，用自己的生命将其化为生命的种子。而本座只要不断提升修为，以天道之力灌溉这些种子，总有一天，我们便能重聚。天元，如今本座已在无上神界提升至化神境，杀了关山月，而你们此刻便是在本座开辟的小世界内。原来如此，难怪当初元神溃散之际，我隐隐约约听到了小萌的声音。想不到小萌竟也做出了如此大的牺牲。只是本座有一事不解，为何小世界中只有你苏醒？天元，你可知晓？方才古公子说完，我便细细感应了下，在我的四周确实隐隐有大家的气息正在逐渐聚拢，想来无需太久，大家便都能回来了。如此甚好，那你们何时可修成人形？这怕是难了，除非能有天元阁的一件宝物。是何宝物？我虽来自无上神界天元阁，但早早便被雷霆老君抓住囚在圣域，对天元阁也知之甚少。不过是偶然听说其有一宝有重塑散魂肉身之效，其实是真是假也未可知。开局10个大帝都是我徒弟第4级，9月8日上线爆更2集，9日至10日2连更。枫叶片片飘落，来时路，冰山拥抱晨雾。听闻有情人儿遥相顾，山海也变贪图。相思缕缕缠绕，朝和暮，才懂了离别苦。爱是绵延不断的痛楚，却都愿付着毒。爱马儿不停蹄，我的思念昼夜奔向你。青鸟已归去，痴心的人儿人在两地。不晓与共语，只要能够与你再相遇。等到叶儿月迎风来，春风十里的花开满溪，与你相依。曲月可及。如今大家得以重聚，已是万幸。天元已经满足了，古公子勿要再涉险了。天元阁吗？顾玄尘，你这就离开祭天宗了，就不和莫无涯那个小老头，还有莫如雪那丫头辞个别？天下无不散的宴席，何必拖泥带水？顾玄尘，顾玄尘，等哦，是莫如雪啊，竟这般着急，看来你小子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喽。何事如此慌张？是爷爷他被天元阁的人带走了。又是天元阁。在这无上神界，世人皆知我祭天宗是一大宗门，但其实还有一天元阁已悄然崛起。原本天元阁是远远不如祭天宗的，但近几年来，天元阁强者辈出，尤善武道。对比之下，祭天宗虽负盛名，却一直在止步不前。只不过天元阁一直对外韬光养晦，否则若论实力，祭天宗其实已经连跟天元阁平起平坐的资格都没有了。而这次带走无涯长老的，便是天元阁武神峰的峰主祁连空。哼，祁连空这个老东西，
他每次来祭天宗，说是拉近两派关系，但总要拿走些东西。无奈他分寸总是把握得甚好，叫人没理由发作，否则造成了祭天宗惹事。祁连空可是只老狐狸，祭天宗如今本就不如天元阁，再加上与关如海一战后实力受损，更不便正面起冲突。这次他说要借走无涯长老去天元阁为他们炼丹，无涯长老也只得去，更何况天元阁还搬出了南域神会。南域神会在即，为了到时替我们这南域松州争得利益，天元阁正抓紧时间炼丹备战。不过这一家之力终究有限，所以还请祭天宗能借无涯长老一些时日。想必祭宗主是不会拒绝的吧？南域神会又是何物？南域神会是南域最为重要的一场盛会。无上神界南域有13州，其中祭天宗、天元阁还有其余5派坐落于松州。整个南域每10年都会有一场主州之争，若是能成为第一，其州内所有势力便都将拥有未来10年南域地心的探索权。毕竟南域地心可隐藏着南域最好的武修资源，是南域各方势力以及各方强者争夺的核心。那天元阁既实力强大，怎的连个出色的炼丹师都没有？怕不只是为了这所谓的南域神会吧？五公子猜得不错，其实他们带走无涯长老，还是因为顾公子你。因为本座。当初五公子炼制出9龙神丹，龙祖投影大现，惊动整个祭天宗的同时，也让多事之人传了出去，竟传承了无涯长老炼制出了神丹。想来他们是得知了此事，又得知了关如海叛门我与各位长老受伤一事，这才如今日这般肆无忌惮。哼，他们明面上是想要宗门互助，其实就是想趁机扣下无涯长老，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神丹。细细想来，只怕无涯长老炼制不出神丹，天元阁的人却当他是蓄意藏私，做出什么也未可知。天元阁吗？那本座便去上一趟，亲自将无涯长老带回。啊！五公子，你说的可当真？顾宣尘，你真的愿意去把爷爷带回来？这其中也有本座的缘由，本座自然不会置之不理。本座本就要为天元小梦他们闯一闯，还正愁着没有门路摸一摸他们的底细。即使他们主动找上门来，不如顺势而为。开局10个大帝都是我徒弟第4级，9月8日上线爆更2集，9日至10日2连更。枫叶片片飘落来时路，云山拥抱晨雾。听闻有情人儿遥相顾，山海也变贪图。相思缕缕缠绕着恨我，才懂了离别苦。爱是绵延不断的痛楚，却都愿付着毒。马儿不停蹄，我的思念昼夜奔向你。青鸟已归去，痴心的人儿人在两地。不想与共语，只要能够与你再相遇。等到叶儿月影等来春风十里的花开满隙，与你相依。全乐科技。不过，本座过去应需些时日，
不知无涯长老能坚持多久？呵呵，此事古公子无需担心。无涯长老毕竟也是丹峰的一峰之主，又对你之前龙祖投影的气息有所感悟，拖个半月1月绰绰有余。此事牵扯诸多南域利益，未免事态愈发复杂，还望古公子不要过早暴露身份，可以无涯长老的后人身份前去。好。古玄尘，爷爷，你们一定要平安啊！无涯小老头来自于这洛阳城，姬长风既然让你以他后人身份混入天元阁，就得对洛阳城有所了解。不过嘛，这时间有限，小子，任你本事通天，怕也来不及在这茫茫人海里找出个洛阳城百事通哦。城主府又张贴什么告示呢？哎呦，别挤我，让让！这上面写的什么呀？为了恭贺城主寿诞，现特州一人整理成史，编撰史书呢。成史？原来还要招人编纂成史啊！洛阳城这么多年了，这日积月累的史料一定不少。城主府也不说明报酬，哪有傻子吃力不讨好干？这事儿啊，搞什么？居然真的有傻子！你懂什么呀？看来啊，又是一个想找机会去城主府当女婿的。行了，进大堂等着吧。里头还有9人和你一起，一会儿自然有人来吩咐你们要做什么。那是古公子，你怎么会在这里？桑天龙。古公子，我们先借一步说话。小姐到，是许小姐来了，快看快看！人都到齐了。参见许大小姐。这就是城主府的大小姐。小姐，一共10位，人都齐了。我美吗？美！许小姐，你实在是太美了呀！何止啊！许小姐容颜倾国倾城，哎呀，应说是仙子下凡才对啊！哼，倒让这几个马屁精抢先了。送这几位客人离开。许小姐，你这是为何？是啊，许小姐，干嘛突然赶我们走？编纂史书需平心静气之人哟。3位，那就请吧。幸好方才差点就上去了。古公子，实不相瞒，我此次正是出门游历，途经洛阳城，听闻洛阳城城主府正招人编纂史书，而这城主府小姐美貌闻名，便来碰碰运气。不过，嘿嘿，要是古公子也看上了这许小姐，我自然不会跟古公子抢。本座对她没兴趣。这是真的？那你……几位公子特意来做客，城主府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飞燕便为大家抚一曲吧。4星琵琶，4星琵琶，这不是许小姐的宝贝法器吗？听说这4星琵琶的音波阵法会使人在不知不觉之中陷入其中，无法自拔呀！这弹曲为何要用法器？看来这一曲不是那么好欣赏了。献丑了。这曲音果真极具有性。刚刚我不是回到清齐国做大官了吗？顾公子，方才我想必是进了这曲音的幻境之中，多谢你捞了我一把。这曲音乍听之下，仿若涓涓细流在诉说故事，实则那一道道纵横交错的阵纹，无时无刻不在演化着精妙的阵法。枫叶
叶片片飘落，来时路冰山拥抱晨雾。听闻有情人儿遥相顾，山海也变贪图。相思缕缕缠绕，朝和暮，才懂了离别苦。爱是绵延不断的痛楚，却都愿付着毒。马儿不停蹄，我的思念昼夜奔向你。轻鸟已归去，痴心的人儿人在两地。呼啸与共语，只要能够与你再相遇。等到叶儿月影等来春风十里的花开满隙，与你相依。取悦科技。小姐，差不多了。在我用着四星琵琶弹奏天域清心咒时，此人虽看起来并不轻松，但依旧能维持清醒，倒有几分能耐。至于他，为何什么表情都没有？许是挨不住，明明早已沉迷其中，只不过尚未倒下罢了。去取凝香丸来，给那位公子服下。是。我不过是想选一灵魂之力强盛之人罢了。若让他再强撑下去，怕是连小命都要交代在这里。还未请教公子名讳。在下桑天龙，见过许大小姐。哇，这事终于结束了。要不是古公子出手，我怕是也早就倒下了。不知三公子可愿意留下帮我的忙？我留下来？我这完全是借了古公子的东风才撑了这么久，这许小姐为何偏偏选中我？莫非是因为她觉得我比古公子帅？嘿嘿，这家伙这般看着本座做什么？胆子不小啊，竟敢拉本座做垫脚石！糟了，古公子分明是在气我抢了他的功劳。那接下来就麻烦三……我不愿意。你说什么？三公子既不愿意，为何还要主动接绑入城主府？是想耍着我们玩不成？不是我不愿意，是……完蛋了！许小姐是误会了呀！这古玄尘得罪不起，可这洛阳城城主府我也招惹不起呀。既然不是不愿意，三公子究竟为何拒绝？是有何难言之隐？这报酬我虽未在告示上明说，但也是已经准备好了的，绝不会亏待了三公子。不是因为报酬，是因为现下可谓是进退两难呐。看样子，要是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怕是离不开这儿了。我的意思是，他和我都坚持下来了，这样直接留下我，实在是有些不太公平。三公子，你在说什么？这位公子分明就没有挺过。什么？你要给本座为什么？小姐，他，你竟自行从我的天域清心咒中清醒过来了。本座未曾陷入其中，何来清醒一说？是啊，许小姐，实不相瞒，我不过是路过洛阳城，听闻大小姐你美若天仙，这才斗胆进来一试，看看有没有机会瞧见。方才若不是古公子将一抹天道之力注入我的眉心，我怕是也早已在这曲声中倒下了。你说是因他之故，你才能坚持到现在？可他方才分明面无表情，纹丝不动，俨然一副困于我曲中的模样啊！许小姐切勿动气，
这古公子嘛，本就颇有几分世外高人那般喜怒不形于色的神秘感。若真如你所说，他早已元气大伤，又怎能像现在这般英武不凡的坐在这里？这桑天龙拍马屁的功夫可精进不少啊！仔细一看，少连三公子的面色都有几分苍白，而他这模样，的确不像是经受过曲音影响的。好，既如此，秦叔飞燕貌美，再向古公子讨教讨教，那就让我再好好确认一番。许飞燕营造的新幻境，竟是一片竹林。碧海年年，试问曲，冰轮为谁圆缺？何来诗词之声？倒是比方才那一曲也多了几分意趣。奏速突然加快，在急促的曲音之中，就感受到有一股凌厉的天道之力正在形成。就趁现在。开局10个大帝都是我徒弟弟子，每周日更新。枫叶片片飘落，来时路，云山拥抱晨雾。听闻有情人儿遥相顾，山海也变贪图。相思缕缕缠绕，朝和暮，才懂了离别苦。爱是绵延不断的痛楚，却都愿付着毒。马儿不停蹄，我的思念昼夜奔向你。青鸟已归去，痴心的人儿仍在两地。相遇共语，只要能够与你再相遇。等到叶儿月影等来春风十里，等花开满溪，与你相依。曲月可及。这位公子，看来你是要输了。是吗？许大小姐是不是太自信了些？什么？他竟还没被我这曲音迷惑！小姐，不好，小姐受伤了，速速将此人拿下！这便是你们城主府的待客之道。都住手！多事！本小姐何时要你们出手了？还不快些扶起那位晕倒的公子，扶持他服用凝香丸。是。古公子的实力我已经领教了，方才是我们城主府冒犯了，但我有一事相求。许小姐可是想说，此次城主府招人并非为了编纂史书，此事隐秘，你怕泄露，这才找了这么一个幌子。你这就看出来了。此事想来还和你方才那法器琵琶有关吧？无论是你最初那曲天域清心咒，还是后面那曲琵琶仙，皆技巧有余而力量不足，所以一旦遇到对手，极易被反噬。你竟然都看出来了，真是不可思议。既如此，你一定能帮到我。没错，5日之后会有特使来访。我弹着琵琶曲，虽无10成10的把握，却也颇有信心。只是还想更好，所以希望能有一人帮我完善阵盘。阵盘
和演化阵诀，一旦炼制成功，使用时便可加强阵法效力，扩大阵法的影响范围。其实我炼制这阵盘已经数月，如今已是最后关头，我的灵魂之力却不够支撑我坚持到最后。古公子，若你真能助我一臂之力，无论你有什么条件，只要城主府力所能及，必不会推辞。小姐，本座没兴趣。喂，本小姐看你方才说的那些都是猜的吧？所以你才不敢答应本小姐。激将法对本座无用，许小姐请随意。古奸臣，你不是需要搜集这洛阳城的城史吗？反正他这忙对你来说应该也不难。还需等他5日，麻烦。哎呀，小姐，古公子就快要走了，你就别嘴硬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哼，我就不信靠自己还进不了天元阁了。天元阁？莫非5日后你要见的是天元阁的使者？对啊，不然呢？怎么了？这位古公子想必是外地来的吧？其实此处原叫招安城，后来因为萧凌的隶属于天元阁辖区的洛阳城中出现了一位天才拜入天元阁，势力迅速扩散，便将此处也纳入了洛阳城的版图，成了天元阁的辖区。没错，这洛阳城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天元阁，许多青年才俊也以能进入天元阁为荣。我虽是女儿家，但也不甘落于人后。等等，你问这个做什么？不是急着要完善阵盘，本座改主意了，便帮你这个忙。当真？小姐太好了！到了，这里是我们许家的炼器石室，那便是我尚未炼制完成的阵盘器胚。喏，你先看一下这个阵诀，不需要理解，只要能熟悉就好。你干什么？方才也不过一瞬，你竟已经记住了我的阵诀。这行云流水的模样，仿佛这阵诀他早已写过千百遍一般。果然，炼制器胚与炼丹颇为相似，都是将各种材料融合在一起，便能储制成型。器不虽蕴含着力量的材料，在融合之时，或许会有一些偏差的，但只要这个偏差不是太大，便不会一直相持。他这寥寥几笔，看似漫不经心，却可敌我数日之力。在这五上神界，阵法师的等级按照从低到高排，分为1至5星，5星即为顶级阵法师。你是阵法师？若不是阵法师，他根本不可能画得这么纯熟。且即使是阵法师，初次拿到这个阵图，并这么快就有感悟，他究竟是什么级别的阵法师？开局10个大帝都是我徒弟第4级，每周日更新。枫叶片片飘落，来时路，冰山涌到晨雾。听闻有情人儿遥相顾，山海也变贪图。相思缕缕缠绕，朝和暮，才懂了离别苦。爱是绵延不断的痛楚，却都愿付着毒。马儿不停蹄，我的思念昼夜奔向你。轻鸟已归去，痴心的人儿人在两地。不想与共语，只要能够与你再相遇。等到叶儿月阴等来春风十里，等花开满溪，与你相依。曲月可及。
并非阵法师，本座方才不过是突有感悟，随手一试罢了。哎，可是他为什么不承认？罢了，这般深藏不露又神神秘秘的怪人，若不愿意说，我还是不要追问了。小姐，古公子，这些都是洛阳城的历史记载。你愿意帮我，唯一的条件就只是需要这些典籍。若你还有其他要求，不必客气，大可以提出来。足矣。那好吧，既如此，我也不打扰你了。你便专心在此炼制阵盘吧。小翠，我们走。还真是个怪人呢。依照着许飞燕原本的阵诀继续下去，即便是助他完善，依旧是有所不足。喂，你想干什么？只有短短5日，就算你是顶级5星阵法师，也做不了太多。本座既然出手，自然是要做到最佳。恭喜恭喜啊！贺喜许城主300岁寿辰。天龙兄，听说你今日寿辰会有天元使者来，真是羡煞旁人呐！傲天兄客气了，不过是许家曾有先祖进入过天元阁，蒙因于那一系弟子的照顾罢了。天元使者到！天元使者果真来了，快看快看！连天元阁的使者都来贺寿，咱们城主真是好大的面子。哎呀，天元使者远道而来，有失远迎。哼，许城主客气了，我们可是特意来为你祝寿的。你再这么客气，我们可就走了。是啊，毕竟许城主与我们天元阁的关系，谁不知晓？是，来，2位使者这边请。快，去请小姐来。小姐，方才奴婢去问，守门的守卫说，大殿里头还是没有动静，古公子莫不是失败了？不会吧？当时他演绎阵诀是那么厉害，而且我可以感受到从暗室里隐隐溢出的天道之力十分稳定，我相信他。大小姐，天元特使到了，老爷让我来请你去前堂。哎，这么快就来了？小翠，你先跟着过去，拖会儿时间，就说我稍后就到，我这就去找古公子。好，奴婢知道了。开门，我要进去。是。出什么事了？无事，不过是本座方才小试了下这阵盘。太好了，原来你已经炼制成功了。想不到我这阵法完善过后，威力竟如此强。哎，等等，这阵盘上的阵法气息，似乎不是源自于我要你完善的那份阵诀，你擅自改了。不过仔细感应，似乎比我原先的阵诀有着更浓郁的天道之力。只是，这和我的4星琵琶弹奏出的曲调能契合吗？一试便知。好，果真不俗。你说什么？小姐说她稍后再来，简直是胡闹！这丫头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老夫这就亲自去看看，她到底在忙些什么。哎，老爷，怎么响起了琵琶之音？这是飞燕弹的。早就听说许小姐精于琵琶，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呐。许城主，寿宴开启之前，许大小姐先以琴声传道，实在令人佩服佩服。正是，唯有昆山玉碎，芙蓉泣露，堪比可拟。许城主大恩，我等感激。许小姐的琴技高超，曲中所含韵律可谓是精妙绝伦呐。特是谬赞，小女琴艺不精，见笑了。原来飞燕这孩子是想先以曲音吸引特使注意，我这个当爹的还真是错怪他了。诸位客气了，今天大家肯赏脸前来，那是看得起我许天龙，能回馈大家一点也是应当的。说来，
飞燕何时精进的如此迅速？连天元阁的这2位3星阵法师都如此夸赞，看来今日倒不用费力气引荐了。雀跃科技。哎呀，这曲音怎能变得这般激昂？老夫似乎有点受不住了。是啊，我的头好痛。许城主，你家这是？哎呀！来人，速取凝香丸给大家服下。这曲音之中的天道之力太强，境界高的人尚且还能运转公爵扛住，境界若是不够，又未服用凝香丸，根本承受不住啊！飞燕究竟是想干什么？再这样下去，是要团灭所有客人的。特使，这阵诀与我的4星琵琶竟这般相似，仿佛就是为了契合它发出的每一个音律而生的。精彩，实在是太精彩了！这2道袭来的天道之力颇为凌厉，你不出手？无需。哎呀！住手！飞燕，你还不快住手！啊，爹！啊，2位特使可有受伤？小女实在是太胡闹了，我定会狠狠教训她。天元阁特使怎么来后院了？而且还是这般狼狈的模样。糟了，莫非……飞燕见过2位特使，刚才因为一时有所感悟，未能控制琴音，冒犯了特使，请特使见谅。我不袭击天元阁特使，若是传扬出去，怕是爹爹这城主之位都得丢了。许大小姐天赋非凡，修炼感悟，这是人人都有的情况，何罪之有？是啊，幸好这许天龙及时赶到，否则若真被这小丫头给伤了，未免也太丢天元阁的里面。我们寿也拜了，寿宴就暂时不参加了。不过关于许大小姐，我们倒有一事想再谈谈。是，我和飞燕这就带2位使者去客房休息。咦，看来我真是因祸得福，进入天元阁有戏呀！古公子，古公子今日辛苦了，小姐吩咐不可亏待了您，请古公子入大堂与诸位宾客同乐吧。诸位，方才是大小姐有所感悟，影响到大家了。老爷带2位特使去歇息了，特地嘱咐老奴带话，向诸位宾客致歉。哈哈，城主言重了。许大小姐能在2位特使驾临之际有所感悟，乃是许大小姐的福分呐。翠姐，哎，有人叫我，古公子稍等，我去就来。啊，那不是之前与我们一同参加比试的小子吗？许小姐的贴身丫鬟居然亲自给她带路，哼，臭不要脸！果然是冲着许小姐来的，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嘿嘿，2位消消气，反正现在许小姐也不在，她一个人在那儿，不然我们去找个乐子。好啊！哟，原来是古公子啊！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你们认识本座？嘿，你记不得我们几个也就算了，难道连罗文和罗武2位公子你也不认识了吗？就是。哎，那不是罗府2个公子哥吗？听说前几日这2兄弟同来应聘徐府的城史编纂之职，却输给了一个小白脸，应该就是他吧？如此看来，这俊俏公子是要倒霉喽。本座向来不忌无用的东西。哦，此话怎讲？岂有此理！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资本说这句话。今天若不把你打趴下，
我们兄弟俩就从这洛阳城消失。是这兄弟俩的绝招天旋地转。哇！头好晕啊！天旋地转一旦出招，便会形成极强的灵气漩涡。幸好我早有准备。要知道罗文龙武本身境界虽不高，但二人一旦合体出招，其力量堪比化神境后期啊！此招你必败无疑，受死吧！好！绕来绕去的，晃得本座烦躁。开局10个大帝都是我徒弟第4子，10月4日至6日3连更。枫叶片片飘落，来时路，冰山拥抱晨雾。听闻有情人儿遥相顾，山海也变贪图。相思缕缕缠绕，朝和暮，才懂了离别苦。爱是绵延不断的痛楚，却都愿付着毒。马儿不停蹄，我的思念昼夜奔向你。轻鸟已归去，痴心的人儿人在两地。不孝与共语，只要能够与你再相遇。等到叶儿月影等来，春风十里的花开满溪，与你相依。雀跃科技。这是，良心见光。且看这公子早驾驭的游刃有余，难怪一招便秒了罗家兄弟2人的绝招。特绝非池中之物啊！方才你们说，若是输给本座，便从这洛阳城消失，是吗？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您，我们再也不敢了。晚了。何人竟敢在老夫的城主府放肆？你是谁？为何出现在这里？将老夫的寿宴搞得一片狼藉，还惊扰了2位特使。是古公子，爹还不知道他帮我制作阵盘的事情。不过是教训了2只苍蝇。你，爹，不可！这古公子是女儿请来扁嘴城使的。那又如何？简直胡闹！不好，这家伙惹出这么大的麻烦，让爹在天元特使面前丢脸，爹这是气坏了。且慢，你不是洛阳城的人。本座本是游历各地增长见闻，途经此处，听闻许小姐要整理一份史书，便顺便来应聘这份差事。幸好他没把帮我炼制阵盘的事情抖露出来。我说你小子方才怎能把阵仗搞那么大？原来是想借那2蠢货引起天元特使的注意。如此一来，便也无需假扮洛阳城人，也可想办法混入那天元阁了。只怕不完全是这样吧。完了，难不成是露馅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只怕是你倾慕许大小姐，借着史书之名接近吧。本座，特使，你说什么呢？老夫怎么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若是阵盘的事情让2位特使知道了，就不好了。倒不如跟这般顺了他们的猜测，这古玄尘可千万不要拆我的台啊！莫非是本座说出那阵盘之事？哈哈哈哈！年轻人嘛，除了修炼、谈谈情、说说爱，
这也是很正常的嘛。小谷，我们先借一步说话。许小姐展露的天赋，你也知道的。且许家与我天元阁颇有渊源，方才我俩也商议，打算带许小姐前往天元阁。没错，虽然你也符合天元阁招收弟子的标准，但天元阁每5年才向世俗招收1次弟子，许小姐已是特例。至于你嘛，就是可惜了，你这般已练成几招天阶公诀的人才。你们怕是要过4年才能相见了。说来，小谷，你方才使的那招应该是天阶公诀吧？是啊。这二人这般一场故原来是想威胁我。既如此，本座不如顺手推舟。你们说这个？这是……当初本座四处游历，恰巧得到了一部天阶公诀，悟得了那么1星半点。若二位能想办法通融通融，便再好不过。只是不知有没有这个机会。这是说哪里的话？既然你有这个诚意，我们也不好推拒了，是吧？这小子只悟得1星半点，便如此厉害，这下真是赚了。是啊，小谷，你为了能跟着许大小姐相伴进入我天元阁，当真是有情有义。如此，便辛苦二位了。这般高山，果然是天阶公诀。算这古玄尘石像，本想着若是他不肯交，你我二人倒是要费些手段了。哼，只可惜是个蠢的，这么轻松就被你我骗得天阶公诀了。哈哈哈哈！哎，那本看着不像是从祭天宗得来的。小子，你何时又得的天阶功法？我怎么不知？哦，不过是本座闲暇时随意写的心得罢了。哼，你小子！开局10个大帝都是我徒弟第4级，10月4日至6日3连登。枫叶片片飘落，来时路，冰山拥抱晨雾。听闻有情人儿遥相顾，山海也变贪图。相思缕缕缠绕，朝和暮，才懂了离别苦。爱是绵延不断的痛楚，却都愿付着毒。爱马儿不停蹄，我的思念昼夜奔向你。轻鸟已归去，痴心的人儿人在两地。不晓与共语，只要能够与你再相遇。等到叶儿月影等来春风十里的花开满隙，与你相依。秋月可及。古玄尘，你睡了吗？何事？我有话想问你。进来吧。这么晚了，连床铺都尚未动过，他这是一直在休息吗？竟也不觉得困倦。许小姐深夜来找本座，究竟是为何事？咦，怎么突然关心起这家伙了？哎，差点忘了正事。今日你信守承诺，没有将帮我炼制阵盘的事情说出来，多谢。举手之劳，许小姐不必在意。对了，还有一事，不是我故意派人监视你，只是我的丫鬟无意间瞧见天元特使从你手中如获至宝般接过一本公诀，可是真的？确有此事。你的正道远在我之上，且身怀能让天元阁特使这般宝贝的公诀，
我实在是想不通，你入虚府，应该不是为了白白帮我的忙吧？你究竟是为何？哎，你不要再告诉我，你单纯是对洛阳城的历史感兴趣，我可不信。不然呢？许小姐觉得是因为什么？说来，若是不知道她能炼制出如此厉害的阵盘，且武技了得，还能随意拿出令特使都垂涎的高级公爵，这理由我也能信几句。可这古玄尘却也不像是对我虚府权势有所图谋的。莫非你当真是对我？仔细一想，难怪后来特使也破例让他进入天元阁了。看来他献公爵是为了能和我一起去。对你什么？难不成他看出本座是在利用他，醉翁之意在于天元阁了？你没什么，我困了，你也早些歇歇吧。奇怪，就算是看出来了，他反应这么大又是为何？两位特使，我先去和父亲道个别。去好好道别吧。以许小姐的天赋，注定是要进阵风。将来你们1个月能见上1次就不错了。不知天元阁有哪几峰？天元阁内峰中，除了主峰，还有武峰、正峰、丹峰，而余下的则统称为综合峰。掌管主峰的自然是阁主。主峰之下的几大峰，每一大峰都由一位峰主统管。正如大峰之下有许多个小峰，峰主之下是各峰长老，不同小峰由不同长老各自管理。其中，长老中修为相对突出的，一般又称为核心长老。总之，每一大峰只有1位峰主，但可以有很多位长老和核心长老。具体的，等许小姐来了，我们路上再细说。等到了天元阁，我们会引荐许小姐入正峰。至于你，去武峰最合适不过了。这小子将来若是在天元阁混好了，我们可有引路之功。没错，不仅能向宗门讨到不少好处，更重要的是与他的这份交情。武峰。前面便是天元阁了。来了。参见周长老。怎么回事？这才刚到天元阁，还没来得及将他们引荐给几位长老，周长老怎么就已经等在此处了？你是洛阳城城主许天龙的女儿许飞燕吧？就是你将琵琶曲音和法阵相结合的？是的，这位周长老竟知道我。虽不如听闻的那般天才，倒也确实颇有几分天赋。你可愿意入阵风，跟着我潜心修炼？是，飞燕拜见师傅。好。我不是在做梦吧？百事竟如此顺利。至于你嘛，我收一个也是收，顺便也收下你吧。周长老，其实那个……周长老，你刚收一个爱徒，这就再收一个，未免也太累了吧？我看这小子骨骼惊奇，与我武道更有缘，还是跟着我入武峰吧。开局10个大帝都是我徒弟弟子，每周日更新。枫叶片片飘落，来时路，云山拥抱晨雾。听闻有情人儿遥相顾，山海也变贪图。相思缕缕缠绕着恨我，才懂了离别苦。爱是绵延不断的痛楚，却都愿付着毒。马儿不停蹄，我的思念昼夜奔向你。青鸟已归去，
痴心的人儿人在两地，不晓与共语，只要能够与你再相遇，等到12月迎风来，春风十里的花开满际，与你相依。曲月可及。为我们天元阁培养优秀弟子是何等荣耀之事，我岂会觉得累？倒是江长老你呀，听说上次新进武峰的那批弟子里，可有好几人是拜入在你的门下，你才更累吧？哼哼，周长老说笑了，毕竟能者多劳，待周长老熬成阵风的核心长老之一，想必也能多收几个弟子了。如何？哎呀，吵，有什么好吵的？哼，大白天的扰了小老儿的清梦。哦，秦长老，你怎的又喝成这副模样？再这般下去，你们丹峰怕是连你的位置都没有了。哼，可不是。不过是仗着自己岁数大，修为又比我们高些，但你这般荒唐度日，是在吃老本罢了。规矩，规矩能值几个酒钱？说来，你们两个不就是觊觎这小子身上的天阶公爵吗？糟糕啊！他们怎么都知道古玄尘身上有天阶公爵？胡说什么？喂，小子，这俩家伙是因为知道你的公爵踏印在密轴之中，心怀不轨。哦，此话怎讲？毛头小子，连这都不知道。密轴传功最大的好处就是修炼之人只需要将灵魂之力探入其中，便能感悟到公爵的奥义。但每一次有灵魂之力探入，密轴的承受力就会变得更弱。没有人知道密轴会不会在下一次被读取之后便力量耗尽而毁掉。这两人这才争着收你为弟子，想第一个查阅。秦长老，你喝醉了，休得胡言乱语，简直荒谬至极！好酒。此人倒是有些意思。阵风和武峰，你可有想去的？若是你来阵风，你我或许便可一起修炼了。但我又觉得，以你的能力，若是不去武峰，着实可惜。来阵风吧，你们既然认识，也好做个伴。还是来武峰，你纵有天阶功法，无人指点，也只能习得1、2分，不得精髓啊！阵风，武峰，阵风。本座什么？本座要入丹峰。啊？什么？别挡路，别挡路！老夫对收你为徒并无兴趣。小子，你算是找错人了。那可未必。到了。小子，你方才答应老夫的呢？洛阳城已久，当初本座草草看了几张古籍中所在酿酒之法，
现以星辰天机图内培植的6阶奇花异草为原料一试，倒是不错。嘿嘿，这是你的身份令牌，你可自行了解下丹方。这是分发给天元阁弟子的丹药，我每3个月自会给你一次。接下来你就自便吧。好酒，好酒啊！今日老夫便不醉不休。哎，你小子也有栽跟头的时候，竟认了个糊涂酒鬼当师傅。说来，你身怀天阶公爵的消息，也是在洛阳城那会儿自己提前散播出去的吧？只是他俩分明对你势在必得，却也肯放你跟着老酒鬼。你当时在他们耳边说了什么？开局10个大帝都是我徒弟第4级，每周日更新。枫叶去月可及。实话实说，本座只是坦言，早已把那部天阶公爵给了天元特使。哈哈哈，好一招过河拆桥！那2个狗屁特使贪得无厌，这下倒是白忙活一场了。不过，想必你也知道，他们介入天元阁一事图谋你时，其实已动了杀心。所以，我想你说的应该不止这些吧？无他，只是说了本座交出去的其实是2部天阶公爵罢了。修远、明空，你们竟敢不报宗门，私藏天阶公爵！说，另一部呢？还不快交出来！顾玄尘他胡说八道，他分明只交了1部，他一定是包藏祸心，对我们天元阁图谋不轨。是啊，长老，我们当真冤枉啊！还敢怎样？看来，此处便是所属丹峰的云淼峰了。天元阁既然想要无涯长老炼制9龙神丹，他自然是在丹峰。不过，这云淼峰的位置未免也过于偏僻，无涯长老倒更像是会在丹神府。说来奇怪，往日丹峰各峰长老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去趟丹神峰切磋炼丹之法。虽说咱们秦长老几乎回回都装醉不去，但几位长老也是回回来云淼峰找的，怎么最近一点消息都没有？你不知道，齐长老前些日子似乎是从天元阁外请了位炼丹师回来，峰主线下可忙得很啊。既有此事，想来此人定是十分重要了，真令人好奇啊。你若是想知道，过了云兽岭去丹神峰打听打听不就行了？快别说了。云兽岭本是我们丹峰种植灵草、养灵兽之地，但听说最近有几个入了云兽岭采草药的，还未曾出来。啊，此事当真？这也太邪门了吧！会不会是误传？这我就不清楚了。你小子猜的倒是不错，无涯长老果然是在丹神峰。不过那云兽岭听起来却颇为古怪，尚且还没有本座不敢去的地步。此处草木茂盛，天道之力充沛，虽不及无涯长老炼丹空间那里头，却也胜过他处许多。为何有一股血腥味？竟是一只通身银白色皮毛的大老鼠，倒是罕见的很啊！喂，你方才使了1成力都不到吧？这个云兽岭的灵兽未免也过于不堪一击了吧？方才的血腥味果然源于此。这灵兽腹部的剑伤还未愈合，应是受伤不久。如此说来，这附近还有其他人喽？不仅如此，他方才那般疯魔要杀本座，怕是把本座当成了伤他之人的同伙吧？你是什么人？你杀了我们的银月鼠！你们的银月鼠？当然了，之前我们遭遇恶战，还是小白替我们引开那头强大的灵兽，我们才得以逃脱。没想到小白最终没有被那灵兽所杀，却惨死在你的手里。哼，
看你这一身衣服，现下又敢独自来云寿岭，怕是不懂规矩的新人吧？规矩？你们想如何？还没开始讹他呢，这个冤大头头颇有觉悟。嘿，想不到斩获一只银月鼠不说，又遇到个怂货，哥们儿几个今天是赚了呀！连剑刃上留下的血迹都尚未清理，便敢来碰瓷本座。本座倒要看看这几个蠢货想玩什么花样。念在大家都是同门的份上，我们便也不为难你。这样吧，我看你那把剑倒是还不错，就当做是赔礼吧。哦，你们确定是要本座的这把剑？怎么，你舍得了？喂，新来的，出尔反尔，我看你是找死！好，你们想要，那便自己拿走吧。哼，算你小子识相。哼，早这么说不就得了？就是嘛。这剑身之内竟蕴含着一股无比强劲的天道之力，现在天道之力横冲直撞，甚是霸道。你知道，至少是在御魂境之上的高手。可这小子分明年纪轻轻。等等，为何我竟一点也感受不到他的气息？莫非他是个隐去了修为的顶级武修？开局10个大帝都是我徒弟第4级，每周日更新。枫叶片片飘落。黄师兄，你怎么不把剑拔起来？哎，是啊，黄师兄，你怎么在发抖啊？黄师兄，黄师兄死了！你把黄师兄拍死了！怎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啊。本座的青龙剑在问，下一个你们谁来？这剑有古怪！救命啊！剑来！自作孽不可活。可以了，想来那人不会追上来了。哎，老四呢？刚才还跟着我们，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不是说云寿岭最近常有人失踪，老四不会真撞鬼了吧？胡说什么？刚才我们不都好好的？我看是老四自己吓得腿软，又跑不动了。喂，你们两个看我的表情，怎么跟见鬼一样？我话还没……救命啊！救命啊！鬼鬼祟祟的东西，找死！哎呀，不好，被发现了！你竟敢偷袭本姑娘！丹峰的内封弟子，方才怕是被那藤妖绞杀，浑然不知吧？无耻之徒，你往哪里看？本座对你并无兴趣。站住！谁让你走了？本姑娘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这是九幽岩鞭，其火称为九幽天火，乃是天地初开始冥界精华凝聚而成的天火。这种天火拥有着远胜人类本身道火的力量，分散在无上神界的各地。据说炼丹师若是能将这天火炼化，融入自身的道火，不仅可以令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感悟到天火中的天道，更能使得自己以后的道火也拥有天火之力。这法器倒是尚可。好快的速度，竟连我的九幽岩鞭都没有碰到它分毫。你跟了我一路，本座都未和你计较，现在倒是倒打一耙了。分明是你杀害同门在先，灵兽岭连日来失踪的弟子，怕是和你有关吧？你杀人后抛尸那一幕，本姑娘可是亲眼所见。只不过原想看看你还有没有同伙，却没想到先被你发现了。你可还有什么要辩驳的？麻烦。若有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看！星辰天机图，这是他竟用法器吸收了我的九幽天火。好，我倒要看看你能受得住几遍。还真是难缠的家伙。想用结界困住本姑娘，休想！啊！这结界竟纹丝未动。本姑娘机器不如人，落入你的手中，你要杀便杀吧，反正等姚姐姐知道，定不会放过你的。啊！什么情况？你所见之人，乃是他咎由自取。至于其他人的死，更是与本座无关，言尽于此。信与不信，自便。喂，你等！他不杀我，他不是近日暗害同门、杀人夺宝的歹人吗？莫非我所看到的并不是真相？真的是我误会他了？什么东西，也敢对本姑娘动手动脚？不好！先前让你侥幸逃过一次，真是不知死活。这修炼千年，我人类竟敢连动老神术10臂！开局10个大帝都是我徒弟第4级，每周日更新。枫叶片片飘落。急什么？本座这就送你去团聚。慢着，且看谁在老身手中。人类，先前断去老身数臂救下这丫头，也不想她最后凄惨的死在你面前吧？什么？他救过我？等等，莫非那个时候他并非是为了羞辱我？现在，这丫头的命可握在老身的手里。你若是想救她，就先自断一臂吧。你笑什么？本姑娘是笑你这个老东西蠢笨。方才本姑娘还要杀他，她为何要用牺牲一臂来救杀他之人？你这么蠢，真是白活了1000年，可笑至极！闭嘴！喂，人类，你到底……这个，那小子呢？先前胆敢威胁本座的，皆已神魂俱灭。如今你既然也有这份胆气，本座这就成全了你。什么？这就是是由于千军万马迎面而来，老身竟生不出半分抵抗的心思。区区一个毛头小子，会有这般恐怖的法身之身？我已经死了吗？没死，可我分明记得方才有一只硕大的手掌拍下来。什么东西？好刺眼啊！哇，这些是……看来这棵千须藤树是依靠伪装禁锢人，吸收人的血肉来壮大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人一旦被拖入它的树干，独立空间便会随之进去。等人死后，在它不断消化的过程中，独立空间又会再度出现。那时里头的药材、丹药一类，便也顺理成章的被它吸收成了自己的力量。而除此之外的矿石、法器、公爵等资源无法消化，自然也就沉入他的身体之下。不过这么多东西，还是没有可堪比本座的青龙剑的。太好了，是我的九幽岩鞭！
这些分明都是丹凤弟子的东西。哎呀，如此看来，还真是我误会了他。哪里走？咦，这是千须藤树的树精？没错。且看品阶，这棵树精凝聚了母体1000年修为，可谓是顶级的武修资源。此物倒是尚可。对了，我叫陈雪，是丹神峰的弟子。原先是我误会你了，还以为你是个杀害同门的惯犯，所以才想要出手教训你。可你一个新弟子，修为为何竟这般？你是丹神峰的弟子？小雪，哎，原来你在此处。我刚入云兽岭，便瞧见一股杀气极盛的天道之力。如何？你可有受伤？瑶姐姐，你怎么来了？别担心，我好得很。方才我不慎被千须藤树所伤，多亏他救了我。千年千须藤树，云兽岭本就是丹峰一处，天道之力丰沛的灵地，自然也不乏一些花草修炼出灵石。但千年树林堪比御魂境后期的武修，岂是能轻易对付得了的？还有这些资源，也是他斩获的。莫非？我叫思瑶，同小雪一样是丹神峰弟子。莫非公子是从洛阳城过来的？正是。哎，瑶姐姐，你是怎么知道的？听说天元特使从洛阳城破例带回2位颇有天赋的弟子，其中一位更是身怀天阶公爵，想来应是这位公子。那个现天阶公爵的原来是你啊！公子既出现在云兽岭，便是入了丹峰，只是不知是丹峰哪一峰？云淼峰。开局10个。取悦科技。难怪，这是何意？你不知道，师尊他其实原本也想往外峰去看看这带来天阶公爵的新弟子有何能耐，却不料一早就被炼丹的事情耽误了。结果等他终于得空出门，回来时脸却黑得像锅底一样。我这才明白，原来你是被他的死对头秦长老截胡了。小雪，不得无礼。公子莫见怪，小雪向来口无遮拦的。我就是实话实说嘛。对了，姚姐姐，你怎么知道我来了云兽岭？你没告诉师尊吧？正是师尊让我来云兽岭寻你的。你擅自离峰，回去须得好好认错。什么？师尊他老人家知道了？千须藤树一事，可能还要麻烦公子随我们去一趟丹神峰，只是不知是否方便。无妨，本座随你们去一趟。本以为入丹神峰还需费些手段，如此倒是省了本座一桩麻烦。那可真是太好了。完了完了。谷公子，你先在这里歇息片刻，稍后我再来请你前去见师尊。好。方才一路一边躁动不已，本座倒要看看是何意。这星辰天机图内为何一片漆黑，竟然连残魂也不见了？这是九幽天火，此处的九幽天火竟是黑灰之色，比那九幽岩边所携的更为精纯。这无尽的高温仿佛要融化星辰天机图内的整个空间。但不这里，本座竟不觉得难受。细细感受，似乎还看到了每一团九幽天火在进行天道的演化，甚至连本座的丹田之中，也像是有一团火，随着这星辰天机图内无数的九幽天火开始燃烧起来。本座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像是已经化成了火焰。准确来说，本座的身体
并使这夜所化。难道这是星辰天机里想告诉我九幽天火的演化过程？不错，你小子竟这么快就领悟了这九幽天火的天道，这天赋嘛，也就比我当年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就是不知成效如何。去！胡闹！我好好修炼，提升境界，擅自前往云兽岭，自行去思过崖，面壁1个月吧。师尊，我2个月。师尊，小雪她知错了，这1个月一定会好好反省的。还快去！师尊，您这旧伤……无碍，你方才说有事要禀报，所谓何事？云兽岭中有一棵修炼1000年的千须藤树，今日小雪险些命丧他口，且我听说这几日丹峰弟子接连失踪。千须藤树死后，我在他死去的地方找到了许多丹峰弟子的遗物，应该就是因为他。竟有此事？那你们是如何逃脱的？是刚入云淼峰的公子救了小雪，我赶到时，他已经制服了千须藤树。是那个带着天劫公爵进入天元阁的弟子，他现在在何处？就在客房，师尊可要见见？哦，师尊，客房处方向发生异象。这……陪我去看看。是。师尊，且慢！此刻古公子的房内还不知是什么情况，而且从这阵法的力量看起来，怕什么？我虽是炼丹师，但好歹也是玉魂境后期，也会叫一个毛头小子上阵。哼！师尊，你没事吧？秋月可及。力量竟如此恐怖！我分明还未入阵，只是从边缘触动了下这阵法而已。师尊，师尊，怎么了？师尊他方才想开门，就突然被震开吐血了。看来是被本座方才的结界阵法所伤。先扶他进来。好。古公子，师尊他如何？并无大碍。师尊，你昏睡了一夜，终于醒了。我竟昏睡了一夜吗？你一直在服用耗气的丹药。古公子，你是不是弄错了？师尊不曾服用什么耗气的丹药。不过，我想起来了，8年前师尊在闭关突破之际，不慎被一只巨蝎所伤，所以一直在服用可以固本培元的玉霜丹。这位古公子虽武道修为颇高，但到底是个才入丹峰的新人，对丹药知识不甚了解，也难怪。他说的不错。师尊，当时是我小看了那巨蝎，并未注意使之入了魔的8阶灵兽岩尾蝎，我失了最佳清毒时机，导致体内毒素无法排清。玉霜丹也并非什么固本培元的丹药，而是蝎毒复发时可以抑制蝎毒的丹药，只是长久下去，确实是会耗损元气。说来，服用玉霜丹我一向克制，你是如何发现的？你的丹田之气初探之下，状似平武，实则
有长久亏损之象。师尊，你为何不早说？难道就没有比服用玉霜丹更好的办法了吗？这血毒实在厉害，我也怕终有一日连玉霜丹也抑制不住，毒素侵入肺腑。不过天元阁胁迫祭天宗的长老过来，倒也方便了你研究炼制九龙神丹。玉霜丹的弊端，我未曾对任何人提起，且祭天宗一事，我当初也是极不赞成的。毕竟单刀切磋，本不该如此。再者，炼制九龙神丹本就可遇而不可求，那乌鸦长老闭关也有些时日了。古公子，你有所不知，五峰的祁连空早就觊觎我们丹峰的资源，恨不得占为己有，为他所用。他这次奉命前去祭天宗带人，想必私下也少不了对那乌鸦长老威逼利诱。现下乌鸦长老虽在丹神峰，由师尊亲自照看，祁连空暂时没了机会，但他也早已假借看守之名，派来了五峰弟子。总之，祁连空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么抓住师尊的错处，并以此引起阁主的忌惮。若是再让他知晓师尊重伤，必会有所动作，届时也更有由头派更多五峰弟子渗入丹神峰了。清毒并不难，不过事成之后，本座有个要求。你，顾玄尘，我知你武道天赋极高，但我身为6星炼丹师，都尚且无法自救，你又如何能办到？本座做不做得到，一试便知。丹房在何处？五公子，请随我来。这古公子已经进去有一会儿了，当真能炼制出替师尊解毒的丹药吗？让他出来吧。师尊，虽说生死有命，玉霜丹也的确耗损了我一些元气，但只要多多调养，我相信这把老骨头还没那么容易垮掉。可是，这是九幽天火，他体内九幽天火的品级似乎比师尊你炼化给小雪那九幽岩边的还高出一截。何止高出一截，这小子的道符气息，便是连我身体里那道九幽天火本体都远远不及。